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今天咱们继续意大利行程，来聊聊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和米兰人的后花园，号称意大利最浪漫的地方科莫湖。米兰的现代和优雅，配上科莫湖的自然美景，是北意行程里最经典的组合。先来说说米兰。米兰这地方是意大利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和纽约、巴黎、伦敦并称世界4大时尚之都。这里因为是在从欧洲大陆经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半岛的必经之路上，贸易、手工业一直就比较发达。后来又有了现代工业、银行业、时尚业等等，日子很不错的。所以米兰人看南意那些农耕文明的地方的人，基本就是上海人看河南人的感觉。米兰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当年还当过西罗马帝国的首都。中世纪的时候，米兰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一直都是个桀骜不驯的城邦，经常带头造反，凭实力在意大利北部称王称霸，一直到19世纪才正式加入了统一的意大利。米兰最红的地标，毫无疑问就是那座气势恢宏的米兰大教堂。这座教堂花了600多年才建成，是和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西班牙塞维利亚大教堂齐名的欧洲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米兰大教堂一个特点是白，外墙全是白色大理石，装饰了无数精美的圣人雕像和135座哥特式塔尖。教堂的楼顶是可以坐电梯上去的，可以体验一下在一片的尖塔森林里的感觉，再看看米兰的城市风景。天气好的时候，远处还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米兰大教堂旁边就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这个埃马努埃莱二世就是当年一统意大利的意大利国父、开国国王。这个长廊就是意大利统一以后建的，其实就是一个精品 shopping mall。全玻璃穹顶，地上是精美的马赛克地砖，用的是当年最潮的十字形的拱廊街设计。现在里面全是奢侈大牌店和高级餐厅，人气很旺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不买东西，来这里逛逛拍个照也很不错。长廊中间那块地方，地上有个都灵徽章的公牛图案，据说用右脚脚后跟踩在牛某个部位转3圈，就会有好运。可怜的牛，那地方都被踩出个洞来了。从长廊北边出口出来，就是斯卡拉广场。广场中间是个达芬奇的雕像，雕像脚下4位是他的4个弟子。广场北面是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斯卡拉歌剧院，里里外外都很漂亮，不看歌剧也可以欣赏。既然说到达芬奇，大家来米兰肯定都想亲眼看看大师的最著名的大作《最后的晚餐》。这幅最有名的壁画在米兰市中心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修道院食堂里。现在当然已经没人在这里吃饭了，改成了一个专门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就是为了那面画着最后的晚餐的墙建的。文艺复兴时期，米兰的土皇帝是斯佛尔扎家族，这个教堂是他们的御用教堂。当年达芬奇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那里没混出来，跑到米兰斯佛尔扎公爵这里讨生活，当上了御用文宣部长加科技顾问加活动总监的6边形乙方。接了这个壁画的活以后，大师非要搞创新，先在墙上刷漆，然后再上色，结果没多久壁画颜色就斑驳的没法看了。现在看到的版本只有一点原来大师的手笔，剩下都是后来大家慢慢修复的。不过大家去米兰要做好看不到这幅画的准备，因为博物馆每天只放很少的票，不提前几个月预定基本抢不到。还有个办法是加点钱订个导览团，贵但是能保证看上。米兰还有个斯佛尔扎城堡，也很值得一看。这个中世纪的城堡最早是维斯孔蒂家族在14世纪建的，后来斯佛尔扎家族扩建成了自己的城堡加官邸。整个城堡就是米兰的权力象征。现在城堡里是一堆博物馆，包括古代艺术博物馆、家具博物馆、乐器和应用艺术博物馆、考古博物馆、斯佛尔扎城堡画廊等等。城堡里最著名的房间叫木板厅，里面是达芬奇搞的内装修，天花板上有达芬奇画的树枝藤蔓的壁画。城堡里还有个镇馆之宝，是米开朗基罗最后的未完成作品《隆达尼尼圣殇》，也要找一下看看的。接下来咱们一路向北，去看看米兰的后花园，世界级的度假天堂科莫湖。
科莫湖是个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冰川湖，群山环抱，湖水清澈宁静，湖边的别墅一栋比一栋漂亮。世界各地的土豪们都喜欢在这里度假，乔治·克鲁尼、理查德·布兰森都在这儿有别墅。湖区最有名的几个小镇是贝拉礁、瓦伦纳、莱诺、梅纳礁等等，每一个都值得逛逛。贝拉礁号称科莫湖明珠，在科莫湖中段一个半岛的尖上，三面环水。小镇里弯弯曲曲的鹅卵石小街，沿街都是各种湖景的小咖啡馆和餐厅。逛一圈，再坐在湖边喝杯咖啡，看游船慢慢飘过，非常惬意。拉斯维加斯的贝拉礁赌场复制的就是这里浪漫、高贵、精致的感觉。瓦伦纳在科莫湖中段的东岸有火车站，从米兰可以直接坐火车过来。这个小镇比贝拉礁安静一些，可以慢慢逛逛，欣赏湖景。这里沿着湖边有一条爱的步道，可以看非常漂亮的湖光山色，一定要走走。梅纳礁在湖的西边，风格更低调休闲。如果要在科莫湖住宿的话，这里比贝拉礁和瓦伦纳安静。附近好看的步道也很多，您可以在这里玩些徒步、划船、骑车这些户外运动。科莫镇是湖区的大据点，从米兰有火车直达。镇子本身景点不多，有个著名的科莫大教堂，一般大家都会去看看。这里主要是有个缆车，可以去山上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布鲁纳特。从山顶可以俯瞰科莫镇和湖区，上帝视角，很不错的风景。说到登高看景，瓦伦纳附近有个维齐奥城堡，上面有个观景台，也可以俯瞰科莫湖。如果有体力，可以走个30分钟山路上去看看，不会后悔的。玩科莫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参观各式花园别墅。这些湖景豪宅咱们买不起，看看总可以吧？这些别墅里最有名的一个可能就是巴比安内罗别墅了。这座别墅在小镇莱诺附近的一个半岛上，是科莫湖最传奇、最梦幻也最上镜的一座别墅，来科莫湖必看的。这里原来是个修道院，后来被红衣主教杜里尼改成了他的私人度假别墅。电影《星球大战2》、007皇家赌场都在这里取过景。去了您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新人选这个地方办婚礼，太美太浪漫了。在瓦伦纳南边走个几分钟，有2个别墅可以看。一个叫修道院别墅，原来也是个修道院，里面的花园有几层，视野开阔，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雪松别墅，现在是个酒店。酒店本身评分一般，但是花园很漂亮，种着挺多雪松，错落有致。往湖边走有个天堂之门，拍照打卡湖景的好地点。贝拉礁小镇上也有2个别墅值得一看的，一个是贝拉礁的标志之一梅尔奇别墅。这个别墅的第一任屋主梅尔奇伯爵是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副总统，很有艺术品味，所以别墅和园子都搞得很有腔调。百万湖景就不说了，光是花园里这些精美的雕像就值得慢慢仔细看看。另一个是科莫湖最优雅的别墅之一塞贝洛尼别墅。这个别墅现在也是个酒店，在一个小山上，视野很好，从山顶平台有俯瞰科莫湖2条湖壁交汇的3岔口的无敌视角。只可惜这个别墅的主楼不让参观，只能预约带导览的小团看看50英亩的大公园。大家要注意的是，离别墅不远，在湖边还有个酒店，名字很像，不要搞错了。在科莫湖西岸贝拉礁半岛对面有个卡洛塔别墅，也很不错的。这个别墅是当年普鲁士公主卡洛塔出嫁时王后给的嫁妆，所以叫卡洛塔别墅。别墅现在是个小博物馆，里面有些意大利名家的雕塑和画作。这个别墅和花园其实非常漂亮，而且比起贝拉礁和瓦伦纳的别墅来说，游人相对少些，安静不少，风景一点不比其他别墅差。下面简单讲一下攻略。米兰是个大城市，一年4季都可以看。科莫湖也是一年4季都不错，就是夏天人很多，最好春秋季去，不热又不会太挤。行程上如果只有2-3天，可以1天半逛米兰，1天玩科莫湖。如果有4-5天，那就可以多住一晚湖边，坐船、拍照、发呆，体会一下意大利人有名的甜蜜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哲学。米兰是个大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网约车都很方便。去科莫湖小镇可以坐火车到瓦伦纳或者科莫镇，或者自驾
灵活一些。科莫湖小镇之间最好的方式就是坐渡轮，顺便从水面上看湖景和山景，比开车更美。美食呢，米兰的招牌菜是米兰烩饭，高汤加奶酪煮的米饭，金黄的藏红花上色，好吃也好看。还有米兰炸牛排，外脆内嫩的炸小牛肉，很香。科莫湖边小镇子里有很多不错的餐馆，可以试试湖鱼料理，比如烤鳟鱼和风干的科莫湖银鱼，加上当地的玉米粥，是北意传统搭配。米兰的住宿选择非常多，从奢华酒店到设计旅馆，还有各式民宿都不少。如果第一次去，可以就住在核心区大教堂附近，或者北边一点的布雷拉区，稍贵一点，但离景点近。玩科莫湖的话，贝拉礁最热闹也最贵。科莫和瓦伦纳都有火车直达，瓦伦纳相对人少一些。自驾的话，可以住在湖西边的小镇，比如特雷梅佐，会安静不少。好了，今天咱们的米兰和科莫湖就聊到这儿吧。米兰的历史与现代的融合，还有艺术感，加上科莫湖的静谧与浪漫，就是意大利最有层次的美。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